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中年女人想要优雅过完这一生，拼的不是容貌，也不是老公，而是时间管理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在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曾前往一所大学参与研究项目。那是一个清晨，我乘坐地铁前往西直门，站在车厢内，目光穿过窗户，望着外面的世界。每个人似乎都在急匆匆地赶路。地铁站里，马路上无一例外。那一刻，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：为何大家的步伐都如此急促？行色匆匆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标志，忙碌似乎成了人们生活的主旋律。然而，忙碌真的等同于更优秀吗？实际上，许多人忙碌中夹杂着混乱，这才是生活的常态。2008年，我研究生毕业，选择了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开始工作。半年后，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，将刚满1岁的女儿接到身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依然惊讶于自己当时如何在慎重考虑后又轻松地做出了这个选择。那时的我根本无法预见未来等待我的是怎样的生活。24小时全年无休，我的时间仿佛要被切割成无数碎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和女儿相依为命，我确实陷入了忙碌而混乱，甚至有时焦躁的生活。但面对年幼的女儿，我必须迅速调整自己。这段经历让我逐渐领悟到，时间是可以被管理的。正确的管理时间，不仅让我能够胜任教师的角色，还能让我成为一个好妈妈，同时还能投身公益事业。在时间管理的初期，我受益最多并一直沿用至今的方法，是将番茄工作法与多线程时间管理相结合。在这种模式下，即使时间被碎片化，我也能享受到高效而有序的生活。什么是番茄时间管理法？番茄工作法，这个由弗朗西斯科·西里洛在1992年发明的实用技巧，起初是为了应对他自己的学习效率低下。他从厨房的定时器中得到灵感，那个定时器的形状恰似一个番茄，于是这个小巧的番茄钟便应运而生。这个方法简单实用，它将时间管理的焦点缩小到更细微的层面，让你在完成任务时能感受到明显的成就感。使用番茄工作法，你只需挑选一个任务，设定一个番茄时间，通常是25分钟，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。在这段时间内，任何与任务无关的事情都必须暂时放在一边。当番茄钟的铃声响起，标志着一个番茄时间的结束。这时你可以在纸上做一个标记，记录你的进度，然后给自己一个简短的休息时间，大约5分钟，让身心都得到放松。随着一天工作的结束，回顾一下你的记录，对当天的工作和学习进行总结，同时为第二天做好时间安排。自从我开始运用番茄工作法，我的生活逐渐从忙碌和杂乱中挣脱出来。在工作和照顾女儿的空隙，我竟然还掌握了原版少儿英语启蒙的精髓，甚至创办了一个双语公益读书会。这个方法不仅帮助我养成了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，还让我体验到了高效生活带来的节奏感。使用番茄时间管理法步骤。很多人都知道番茄钟，但是依然一地鸡毛，无处下手。因为知道和做到之间的距离无法丈量，想要用番茄时间管理法来驾驭那些零散的时间，其实并不复杂，只需遵循简单的3部曲。首先，找一个番茄钟，无论是传统的厨房计时器，还是现代的手机应用程序，都能胜任这个角色。接下来，设定一个番茄时间，也就是25分钟的专注工作时间。当这25分钟的沙漏翻转完毕，给自己5分钟的短暂休息，让大脑和身体都得到片刻的放松。
就这样，25分钟的专注与5分钟的休息，循环往复。最后，每当你完成了4个番茄时间，也就是100分钟后，给自己一个更长的休息时间，大约25分钟。这样，每115分钟的工作后，你都能享受到一段较为充分的休息时光。通过这样的步骤，你将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时间，让生活和工作都变得更加有序和高效。3、使用番茄时间我们要知道的3点。理顺我们的生活。众所周知，时间管理固然重要，有一部分行动力比较强，但是想要在行动的方向上取得成果，却离不开正确的方法，避开一些黑洞。8年时间，用心地管理自己的时间，提高自我时间管理效能，用番茄钟管理自己的碎片时间，培养高效思维，养成时间管理的习惯。这3点分享给大家。1、有效的番茄时间必须完整。番茄工作法规定，一个番茄钟的25分钟必须是完整的，要么完成，要么废弃。一旦你启动了这个计时器，就意味着接下来的25分钟里，你将全身心投入到手头的任务中。如果中途不幸被打断，那么这个番茄钟就宣告失败。你得在记录本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叉，提醒自己这段时间没有产出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任何杂念都必须被搁置一旁。一旦脑海里闪过其他事情，我会立刻拿起旁边的效率本，迅速记下这些念头。这样一来，我的注意力就能继续集中在当前的番茄钟任务上，而不会被这些突然的想法所打扰。效率本就放在右手边，随时准备记录，确保我能够顺畅地回到专注的状态。2、番茄时间锁定目标。在番茄时间里，我们应当专注于目标，因为没有明确目标的行动，就像无头苍蝇一样，容易迷失方向。管理时间的核心，在于将宏大的目标细化为可执行的计划，就像在茫茫大海中，只有明确航向的船只，才能抵达想要的彼岸。因此，在一个番茄时间里，我们只应做与目标紧密相连的事情，将所有无关紧要的杂物抛诸脑后，借助效率手册或行动清单仔细筛选，确保每一分每一秒都为实现目标而努力。如果不幸被无关事项打扰，那么这个番茄时间就作废，应当毫不犹豫地将其划掉，重新开始。那么具体该如何操作呢？首先，在开始番茄时间之前，列出当天需要完成的任务清单，并且估算出每项任务需要多少个番茄时间来完成。接着挑选一个任务，预估它大概需要几个番茄钟，然后设置好番茄钟，无论是专用的番茄时钟还是手机 App， 都可以作为我们时间的守护者。最后，当番茄计时开始，我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。一旦番茄时间结束，如果你真的专注于既定的目标，就在清单上打上一个勾；如果中途被打断，那么就画上一个叉。这个番茄时间就算作废，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番茄时间。3、番茄时间计时记录复盘。以天为单位记录当天可控时间执行番茄钟的情况，不仅要记录成功的番茄时间，还要记录失败的番茄时间。记录不是为了数量的累积，而是为了复盘这一天中番茄时间执行的情况，更加清晰看到一天中时间如何被使用和管理的，同时对第二天时间规划增加信心，从小段时间做起，成为时间的主人，成为时间管理高手。4、番茄时间创造心流时刻。有人好奇地问，为什么番茄钟的时间设定非得是25分钟呢？难道不能是40分钟吗？其实这并没有绝对的规定。在《番茄工作法图解》这本书里，作者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番茄钟之所以选择25分钟，其实是因为人们天生喜欢简化事物，工作25分钟，休息5分钟，
1个小时里正好可以完成2个番茄钟周期。这样的安排让人很容易计算时间，就像钟表上最醒目的总是0、5、10、15这样的数字，这完全符合人的习惯。实际上，番茄钟的时间长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很容易进入心流状态，那么你可能根本就不需要番茄钟，你已经可以进入时间管理的更高阶段，时间磨合。因为不容易分心，番茄钟的核心目的，帮助我们开始专注地管理时间碎片，对你来说可能并不那么必要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在25分钟内难以保持专注，那么完全可以将番茄钟的时间调整为15分钟或20分钟，从小段的时间开始，慢慢过渡到更长的时间，这样可以帮助你培养对时间的感知，形成时间管理的思维，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，最终实现你设定的目标。因此，不要轻率地使用番茄钟，每个番茄钟都应该让你有机会充分体验心流时刻的高效状态。全神贯注的投入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专注时长来调整番茄钟的时长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。5. 捆绑任务定制番茄时间。拿出来效率本调整番茄时间的时候发现，有的任务的确只需要10分钟以内就可以搞定。这个时候，把小任务捆绑在一起，在1个番茄时间内完成，实现碎片任务整段处理，达到碎片时间目标化的作用。6. 叫停也是番茄钟的魅力。番茄时间看起来是在训练我们专注的能力，碎片化时间高效产出的能力。事实上，番茄时间依然在让我们具备叫停的能力。相信大家在网络上都看到过类似这样的新闻，某大厂员工加班到夜里，突然猝死在岗位上。专注工作果然很重要，但是及时的停止，适时休息能够让我们状态更好地进入到下一个番茄钟的工作中。你怎样对待你的时间，你就会怎样拥有怎样的人生。番茄时间管理法能够很好地解决我们专注力的问题。然而我们每个人面临的难题，除了专注力难以集中的问题外，还有多项任务的排序问题。耶雅意在他的文章中分享了自己的心得。他说，2011年我开始和一家文化公司合作，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免费的商业和管理类书籍。在那浩瀚的书海中，我遇到了彼得·德鲁克。德鲁克的智慧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。曾经，我的日子就像被一地鸡毛填满，每天灰头土脸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但他的理念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时间管理。德鲁克曾经说过，时间是每个人最宝贵的稀缺资源。他建议我们记录下每天发生的事情，这样我们才能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时间。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28法则，即 20% 的人掌握着 80% 的财富。而在时间管理领域也有一个类似的法则，那就是 20% 的工作应该由自己亲自完成，而剩下的 80% 则可以让他人来做。通过这样的分配，我们可以更高效地利用我们的时间。姐妹们，生活中的事物可以分成4个主要类别，既重要又紧急的，重要但不紧急的，不重要却紧急的，以及那些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。以我现在的生活为例，那些对我们来说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，它们是持续性经营的关键，对家庭成员来说意义重大。比如，我需要外出采访，与商业客户会面，监督孩子的学业，每天坚持读书至少1个小时，还要努力定期更新视频。接下来是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，虽然目前它们可能不会直接带来收入，但它们为未来的发展和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例如，我需要学习新的软件技能，坚持健身塑形训练，阅读那些看似无用却能开阔视野的书籍，每天和先生聊天，陪伴孩子成长。至于那些不重要但紧急的事情，虽然它们目前可以带来一些收入，
但长期来看可持续性不强，或者完全可以找人来代替完成。比如孩子的作业辅导，老公让我买点什么东西，以及应对孩子的一些要求。最后，那些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，像是追剧、玩手机、逛街等等，中年女人的生活总是被琐碎的事物填满，总有忙不完的家务和照顾孩子的任务。我们应当把焦点放在那些重要但不那么紧迫的事情上，这样才能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这正应了那句古老的中国谚语：事先计划，事半功倍；事前无谋，事倍功半。2012年起，我开始认真记录自己的时间分配，发现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那些不重要但紧急、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上。为孩子准备辅食，更换尿布，带他们出去晒太阳，打扫房间，带他们去打预防针。这些事情看似忙碌，实际上却并不那么重要。如果长时间沉浸在这种忙碌中，人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，再也无法适应职场的快节奏。那么我该如何做？我开始仔细分析那些重要但紧急、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它们可能是那些目前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未来却能给我带来巨大收益的事情。一件重要不紧急的事情，坚持做，就可以改变我人生的轨迹。我来举3个例子。例子1 ，2012年给我儿子启蒙，让他早一点可以读诗篇。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，虽然并不急迫。我每天都会抽出半小时，教他画画、认字，甚至阅读那些经典之作。在教学的过程中，我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颇有教学天赋。儿子的同学们的家长开始陆续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学习。我的小课堂从无到有，无需任何广告费用。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，我开始系统地整理教学内容，以便更好地传授给更多的孩子。原本不求回报的爱好，逐渐成为了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撑。最终，我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教学课程，并与多家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。同时，我还获得了一份教师的稳定工作。例子2，健身塑形这件事情一点不紧急，没啥用，矫情。但是中年女人走出去采访的时候，形象真可以决定对方给你几分钟的时间。例子3，在教师的岗位上，我利用闲暇时光，从零开始，创办了名为耶雅意的后花园的公众号。这是一条漫长而有意义的道路，虽然它不会带来丰厚的收入，却能帮助许多人。起初，我坚持每天投入4小时，1年内创作了310篇原创文章。尽管打赏金额寥寥无几，有时甚至只有10几块钱，1年下来收入也仅几千元。面对这样的选择，你会如何决定呢？毕竟，作为一名擅长教授高考作文的老师，我的专业技能在市场上需求旺盛。如果我选择做家教，收入会是公众号的数倍。然而，德鲁克的时间管理理念让我意识到，生活中不应该只有补课赚钱的循环。尽管我是家庭的经济支柱，金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但我也需要平衡生活中的其他方面。我努力调整自己的时间安排，确保在平时补课赚钱和寒暑假做商业书的同时，每天都能抽出4个小时来撰写公众号文章。半年后，许多才华横溢的同行因为缺乏资金支持而放弃，读者数量有限，没有公司或机构的后盾，种种困难让许多满怀热情的年轻人止步。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，是因为我有教书和做商业书的技能。这些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为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。最终，我鼓起勇气辞职，全身心投入到自媒体领域。如果这条路走不通，我随时可以回归到语文老师、商业书项目经理或杂志专栏写手的角色。这些退路给了我前进的勇气。所以我想再次强调，
那些看似重要不紧急的事情，有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轨迹。如果你感到迷茫，不妨从改善自己的形象开始，利用网络资源学习减肥塑身、护肤，坚持运动，保持良好的姿态，这些低成本的投入，日积月累，终将带来意想不到的附加值。同样，为家庭进行精神建设，如读经祈祷，传递祝福和鼓励的话语，虽然不是紧急事务，却对家庭成员的精神生活至关重要。找到那个能让你早起的动力，明确早起的意义，比如早起后我会读经，然后为家人准备早餐。起床后，通过拉伸训练或洗个热水澡来让自己更加精神焕发。要想成为一名高效的管理者，即便是家庭主妇，首先得弄清楚自己有多少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。比如送孩子上学后，或者孩子在兴趣班上课时，我可以在附近的咖啡馆享受半小时的阅读时光。接下来，要确保留出一段连续的不受打扰的时间，试着去做那些不紧急但至关重要的事情。一旦发现其他事物开始侵占这段宝贵的时间，就要仔细审视时间记录，将那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任务再次筛选，减轻他们对时间的占用。重要的是要清楚自己的时间都花在了哪里，然后努力管理这些时间，减少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所占的份额，最终将那些零散的时间集中起来，形成大块的连续时间。遵循要事优先的原则，进行时间管理往往意味着要学会做减法。如果你觉得难以割舍，那就从减去一个开始，在做减法的同时，学习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减法。记录时间的使用和花费，也是帮助你做减法的好方法。问问自己，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玩手机真的值得花费那么多时间吗？今天有没有做到节约时间？当你一次次地记录下完整的时间轴，反思并消除那些空白的浪费，你就不会再问自己，我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？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